500块，我得到了新上任的女领导。林峰把500块钱放在床头，看了一眼床上还在沉睡的绝色美女。旅馆是你自己要来的，拽着我手不放的也是你，所以我是被迫的。可惜今天他就要被发配到最偏远的土家沟乡镇了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床上的女人突然睁开了眼睛，四目相对。林峰从她眼中看到了凛冽的杀气，他心虚的快步逃离，只留下一个仓皇背影。爸，我要杀了你！刚出旅馆，女人歇斯底里的咆哮声就从楼上传来。林峰头也不回的开车离去。昨晚林峰开车准备回家，路边冲出来一个女人，直接拉开车门就坐了进来。女人一上车就迷糊的说着：“送我去医院。”因为声音太小，再加上方言发音，让充当司机的林峰没听清，还确认的问了句：“啥？去旅馆？”神志不清的宁心已经听不到林峰说什么了，不停地撕扯着自己的衣服。林峰一看这情况，车子没有丝毫减速地冲向了最近的旅馆，然后就发生了令人特别尴尬的事情。反正林峰已经无所谓了。10天前县长被带走的时候，林峰对仕途之路就心思了。县长垮台，身为县长秘书的林峰自然成了过街老鼠，无人敢用。好在县长下台之前将林峰提到了副科，就算发配到乡镇，最低也是个副乡长。今天是新县长到任的日子，也是林峰离开这个权力中枢的时候。清晨，宁心刚睁开眼，便看到一张脸的轮廓以及仓皇而逃的背影。床头柜上放着500块，宁心想杀人的心到达了顶峰。这时电话响起，心烦意乱的宁心接起电话就要往洗手间走，可一挨地便感到一阵疼痛。宁心不自觉地轻哼一声，电话那头传来县委书记马邦国的大笑：“宁县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没醒酒啊？昨晚你不告而别，大家可没喝尽兴。”听到这话，宁心才想起昨天下午市组织部带着自己来平阳县上任，在县班子的接风洗尘下，宁心喝了不少酒，越喝越觉得头晕。宁心立马察觉有问题，在还保留清醒的最后一刻，果断离开招待所。都说平阳县是铁打的书记，流水的县长，这话真是没错。宁心才第1天到平阳，那班人就敢做这种事，显然是想拿捏自己成为对方的傀儡。想通这些的宁心感到一丝后怕，反而对昨晚那个人减少一丢丢的怨恨。好啊，马书记，不过今晚的酒可得我自带了。宁心冷笑一声，说完便挂断了电话，丝毫没有给马邦国面子，也是在变相的告诉对方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昨晚想干什么。此时的林峰正拿着办好的调岗手续，准备离开大院。大院门口聚集着一群人，正在翘首期盼新县长到任。从旁边走过的林峰仿佛一个透明人一样，没有一个人往这边看一眼。可仅仅在10天前，这堆人里80%的人都跟林峰称兄道弟，甚至要为自己做牛做马。这一刻，林峰深切地感知到，一个失了势的县长秘书在政府大院里不如一条狗，连多看一眼都觉得浪费感情。来了来了，车来了！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句，这群人立刻围上去握手。大门右边，林峰独自一人抱着自己的东西离开，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马书记，那个人是谁？下车后的宁心看着林峰的背影，觉得十分眼熟，下意识开口询问：“他是前任那个的秘书，调岗去基层历练了。”宁心自然点了点头，并没有说什么。虽然背影很像，但宁心此刻也不敢确定林峰是不是那个干了7次的牲口。他暗暗发誓，等自己坐稳后，一定要将这件事的人一个个送进去，包括昨晚的人。1个小时后，林峰开着自己的破桑塔纳来到了土家沟乡门口，众人亲切地迎了上来。书记赵建喜仿佛看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，极为热情地领着林峰就往食堂走。林乡长舟车劳顿，辛苦了，我们先吃饭，中午一定要多喝几杯，尝尝我们土家沟的特色。乡长钱松明也是颇为热情。林乡长年纪轻轻就已经副科，还当了乡长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这热情的态度让林峰怀疑自己不是被发配来的，而是过来视察工作了。要知道，赵建喜跟钱松明可是都是马邦国那条线上的人，跟自己的老领导完全不对付。没一会，众人坐在酒桌上，已经几杯下肚了。林乡长能来我们土家沟，是土家沟3万多人的荣幸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以后我们都是一个战壕里的同志了。赵书记，你这是折煞我啊！怎么能让您敬我呢？来，我喝3个，您随意。林峰表现得诚惶诚恐，将姿态放得极低，不容分说的一口气连喝3杯白酒。喝完后，林峰表现出一副不胜酒力的样子，当然这是装的。赵建喜与钱松明对视一眼，互相点点头。只见钱松明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，上面写着土家沟乡镇道路修复专款专项拨付资金申请书。林乡长，土家沟有2个修路工程，县里申报已经批了，只需要乡里在申请书上签各自工程就可以开了。我跟赵书记研究决定，让你来负责这2个工程，怎么样？都知道工程有水。
其实林峰来这个土家沟是来混吃等死。好，以后我跟赵书记就是你的靠山，先把字儿签了。钱松明耐着性子把中性笔放到林峰手里，嘴里不停地催促着。好，我签。难得钱乡长这么看得起我，刚来就让我负责修路工程。林峰小人得志，拿着笔就快速地在文件上签字。只不过签完字后，钱松明跟赵建喜傻眼了，更是一股怒火从脚底板奔流到头顶。只见文件右下角本该写署名的地方，被你歪歪扭扭地写下“我准了”3个字。看着这3个字，赵建喜与钱松明两人眼神极为冰冷。林峰很合时宜地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起来，让两人看不清这是真醉了还是装醉胡写的。赵书记怎么办？钱松明有些怒气地寒声道：“刚才自己可是放下姿态说了半天，难道都是废话吗？让陶虹来办吧，我还就不信了，一个毛头小子还对付不了你。”陶虹，把林乡长扶到宿舍去休息。钱松明走出包间，大喊一声后，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走了过来，恭敬地回应一声，便往包间里面走去。在陶虹与几个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成功地将林峰送到宿舍床上。土家沟宿舍，黑不隆咚的伸手不见五指。林峰隐约听到一阵阵水声，随后便感觉到身体传来一股温暖的舒适感。什么人？你在干什么？小卓，跑过来的人影大声呼喊着，小孩从你怀里挣脱出来，跑向那个人影，边跑边哭兮兮。大晚上的你乱跑什么？你知道妈妈有多着急吗？让你瞎跑，让你胡跑。女人看到自己儿子后，悬着心放下了，但紧接着将孩子放在自己膝盖上，就开始打屁股了。妈，我等不到你回家，我饿。小孩奶声奶气地回应一声，让女人停下教训的动作，抱着儿子哭了起来。对不起，是妈不好，妈该早点回家的。女人没有找狗主人说理的意思，抱着孩子就要离开。妈，那边还有个叔叔，刚才帮我了。女人这才从夜色中看到朦胧的人影，便朝这边走了过来。看清林峰的脸时，女人浑身哆嗦一下，惊讶地啊了一声。林乡长，你怎么在这？陶虹低着头不敢看，尤其想到几十分钟前自己还要给面前的人服务。睡不着，出来溜达会儿。这是你儿子吗？林峰摸摸虎头虎脑的孩子，刻意语气缓和地问了句废话。是我儿子。孩子刚才被狗咬了一口，我送你们去县里医院打个疫苗吧。孩子的胳膊上有一道伤口，还在渗血，得做紧急处理。陶虹果断地摇头拒绝。林峰以为他怕花钱，所以提议一切费用我出，疫苗得赶紧打，不然容易得狂犬症。那也不用，谢谢你的好意了。陶虹仿佛变了个人一样，语气异常的坚决。林峰皱眉，这女人怎么对自己儿子这么不上心呢？那我去防疫站接个医生过来吧，这么小得了狂犬症总是不好的。陶虹还是摇头，抱着孩子不撒手，
语气坚决。不行，你也不准去。陶红的再次拒绝，让林峰的火气有点上来了。我是看孩子可怜，再说了，我是乡长，你还能管我吗？叔叔，我不疼了，你听妈妈的，不要去。妈妈说了，去县城的那条路晚上有妖怪吃人。我爸爸就是晚上在那条路被妖怪吃了。我就是来你家看看，没别的意思。你的工资少说也有2500块吧，应该不至于把日子过的。林峰指指清贫的家里，有些疑惑地询问着。陶红没有回应，而是带着林峰来到偏房。一间小屋打开门，迎面扑来一股浓厚的药味。床上躺着一个骨瘦如柴的老人，旁边扔着一堆乱七八糟的药瓶子。这是我婆婆，当年跟我老公还有公公从那条路摔下去，我公公跟丈夫当场死亡，婆婆命大捡回1条命，但也半身不遂，每月的药钱就得1000多。陶红小声解释着，说完后眼泪也掉了下来。林峰一时间五味杂陈，心里堵得慌。这情况，当地的父母官是怎么能看得下去？我的工资虽然是2000多，但到手根本就没有那么多，只有1200。林峰一听，立马就想明白了其中的猫腻。按理说这一级别单位是不设立接待处的，但接待的活总要有人干的，所以在别的部门增加一个岗位，可以多领一份薪水。这个岗位工资是2500，找个人过来干活只给1200，多的工资到哪自然不言而喻。真是该死！林峰忍不住怒。我们土家沟的交通网格有多烂，诸位心里都清楚。现如今省里下了村村通路的政策，我们土家沟得抓住这个机遇，把路网重建一下。我们土家沟需要修复的路总共有3条乡道，预计申请专项款资金比较多，大概7000多万。经组织共同研究决定，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林副乡长负责，也算是给年轻干部一些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大家有意见吗？话音刚落，会议室里变得鸦雀无声。显然每个人都清楚让林峰负责的目的是什么。私下谈不妥，便在公示上强行逼迫林峰签字。在没有任何靠山的情况下，这种事是无解的。林峰沉静几秒钟后，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一样，噌地站起来。既然组织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，我也不能辜负组织的栽培，所以我决定辞职不干了。这是我的辞职报告，请组织给予批准。不是林峰不想为老百姓做事，而是身处这个漩涡中没有后台，连混吃等死的资格都没有。这群人沆瀣一气，
摆明了是要他的命。既然这样，还抱着这铁饭碗干嘛？赵建喜的脸色变得无比铁青。林峰是他计划了很久的替罪羊，现在羊要跑路，这怎么能行？就在所有人发愣的时候，副书记李占奎猛地拍了下桌子：“胡闹！组织是认可你的能力，才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。你不想着克服困难，迎难而上，一遇挫折就打辞职报告跑路，简直是笑话。这样的干部不要也罢，你辞职也好，我提议同意林峰同志的辞职申请书。”这句话看似是在教训林峰，实则是为他开脱。赵建喜不傻，自然听得出来李占奎的用意，不爽地瞪了眼李占奎，然后脸色铁青地说道：“辞职批复时间为1个月，我会把辞职报告交给组织部人事科，但辞职归辞职，工作不能耽搁。林副乡长，村村通专项资金申请书还是尽快呈交上来。”赵建喜极为不爽地丢下几句话后，拿着林峰的辞职报告走了。会议室众人也纷纷离去，每个人看向林峰的眼神中都充满了幸灾乐祸。林乡长。不用，下班后你早点回去，小卓身上还有伤呢。林峰将陶红扶起来，丢下一句话后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下班后，林峰到了李占奎家里，他炖了一只当地特色山地鸡，还准备了一些野兔、野猪肉。在美食的冲击下，两人一杯接着一杯，也将下午会议上不开心的事给抛之脑后了。昨天你在包间装醉是对的，赵建喜跟钱松明那两狗东西胆大包天，土家沟进县的那条路上死了不下100人了。好不容易有政策给钱修路了，这两挨钱道的一点实事不干。老哥，我看得着急啊。林峰摸不清李占奎的用意，没有急着搭话，只是举起酒杯，喝酒，不聊那些事了。不聊不行啊，老弟啊，这路现在只有你能修起来。他俩拼了命的想要你负责这个事儿，你既然逃不掉，还不如大大方方的接下来，给老百姓做点实事啊。听到这话，林峰的脸色当即就变了，放下酒杯。他没想到李占奎请自己喝酒的目的也是让自己去负责，申请专项款。老哥，你这是把弟弟往火坑里推啊！看到林峰不高兴，并且把话说开了，李占奎坐直身子后，盯着他一字一句道：“如果这笔专项款到不了乡里，而是留在县里呢？他赵建喜还能把手伸到那里去吗？”抓住土家沟的把柄。李占奎说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。他将纸条推到林峰面前，语气郑重：“这是何老的电话，他是我老领导，跟王县长是旧交，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，他会帮你引荐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路必须修好，要修就修100年不烂的路，对得起土家沟这3万多老百姓。”何主席，正处级的领导真会愿意帮我这个无名小卒？他帮的不是你，是公道，是这土家沟死去的上百条人命。老弟，这是一场赌局，赌赢了，你不仅能洗刷冤屈，还能真正为老百姓做事。赌输了，我们俩都得栽进去。你敢赌吗？
林峰看着纸条上的电话号码，又想起陶红家徒四壁的模样，想起小卓说爸爸被妖怪吃了时的天真，想起那条吞噬了无数生命的烂路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将纸条攥在手里，酒杯重重一颗桌面。我赌，但我要保证专项款能由我支配，分文不贪，全用在修路上。好，够爽快。两人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酒液入喉，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。窗外夜色渐浓，一场针对马邦国阵营的反击悄然拉开序幕。酒过三巡，两人聊起了家常，气氛渐渐缓和。李占奎话锋一转，忽然提起了林峰的感情生活，眼神里带着几分试探。老弟，看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成家了吗？嗨，一个被发配到山沟的副乡长，长得又普通，谁愿意跟着我，还单着呢？林峰自嘲地笑了笑，语气里满是落寞。李占奎却眼睛一亮，摆了摆手反驳：这话就不对了，你仪表堂堂又有能力，只是时运不济。刚好我有个亲妹妹叫李月，跟你年纪相仿，在乡里当老师，性子单纯善良，你们年轻人应该能聊得来。李占奎说着，朝里屋招了招手。一个穿着泛白牛仔裤、白色短袖的女孩走了出来，扎着简单的马尾，肌肤白皙，眉眼清纯，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荷花。她的牛仔裤将修长笔直的双腿勾勒得十分好看，与陶红的成熟韵味截然不同。哥，林乡长，你们吃好了？李月声音轻柔，带着几分羞涩，走到桌前，小声打招呼。林峰抬头望去，只觉得眼前一亮，这女孩身上的清纯气息，让人瞬间忘却了职场的污浊。我吃好了，你林哥还没喝尽兴，你陪他再喝几杯。我年纪大了，熬不住，先去睡了。李占奎说着，慢慢朝里屋走去。走到门口时，又回头叮嘱了一句，语气里的暗示再明显不过。小月，土家沟的路马上要修了，负责人就是你林哥，你们平时要多走动走动，互相照应。小凤，喝多了就住这儿，家里空房间多。林峰嘴里的酒差点喷出来，瞬间明白了李占奎的用意，这是要把亲妹妹许给自己，用姻亲绑牢彼此的关系，既是后手也是信任。他看着李占奎的背影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既有感激，也有几分无奈。林哥，我哥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们乡的路真的要修了？李月没有听懂哥哥的暗示，满心都是修路的事，拉着林峰的胳膊，急切地询问。他从小在土家沟长大，亲眼见过太多人因为路而丧命，对修路这件事期盼已久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很快就能动工，我会尽力争取，让大家早日走上好路。太好了，林哥，我敬你一杯。你要是能把路修好，就是我们土家沟的大恩人。李月激动地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洁白的脖颈扬起优美的弧度。林峰看着他单纯的模样，心里暗暗发誓，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都要把路修好，不辜负这份信任。不知不觉夜色已深，两人喝了不少酒。林峰不胜酒力，头晕目眩，李月便扶着他去了客房休息。客房收拾得干净整洁，透着一股淡淡的草木清香。林哥，你好好休息，我给你倒杯水放床头了，要是不舒服就喊我。李月温柔地叮嘱着，帮林峰盖好被子，才轻手轻脚地离开。林峰迷迷糊糊中应了一声，很快便陷入了沉睡。这一夜，他睡得格外安稳，没有了职场的尔虞我诈，没有了随时可能降临的危机。第二天清晨，林峰被一阵头疼唤醒，口干舌燥的厉害。他摸索着拿起床头的水杯，一饮而尽，才缓缓坐起身。低头一看，他瞬间愣住了，自己的外套和裤子都不见了踪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就在这时，房门被轻轻推开，李月端着一碗大米粥走了进来，脸上带着淡淡的红晕，眼神温柔地看着林峰。林哥，你醒了啊？头疼不疼？我给你熬了点粥。小月，我的衣服呢？怎么不见了？你昨晚喝多了，吐了一身，我就帮你脱下来洗了，现在还在院子里晾着。李月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小脸通红，眼神躲闪，显然也觉得有些难为情。对不起啊，麻烦你了，我昨天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吧？林峰紧张地询问，生怕自己喝多了酒做出什么冒犯李月的事。李月听到这话，头垂得更低了，声音细若蚊蚋，带着几分娇羞。没有，就是你一直让我穿黑丝给你看，我只有肉丝，要是你想看，我现在就去穿。林峰瞬间瞪大了眼睛，酒意彻底醒了。他看着李月娇羞的模样，心里一阵燥热，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。他正想说话，门外传来了李占奎的笑声。小芳，醒了就赶紧洗漱吃饭，吃完我送你回去。今天可是你跟何老联系的好日子，别耽误了正事。林峰连忙应了一声，催促李月先出去，自己则快速起床，心里又羞又乱。他知道，经过这一夜，他和李月和李占奎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绑在了一起。
吃过早饭，李占奎帮林峰联系了何主席，约定在门口见面。林峰换上晾干的衣服，带着李月，开着自己的破桑塔纳，匆匆赶往县城。副驾驶上的李月修长的双腿在阳光下格外惹眼，让林峰心神不宁。林哥，好看吗？我特意找出来穿的。好看，好看。你先在县城逛一逛，我办完事就来找你。车子开进县城，林峰将李月放在商场门口，便独自前往大院。再次踏入这个熟悉的地方，林峰心中感慨万千。曾经他在这里风光无限，如今却只能以一个偏远乡副乡长的身份，小心翼翼地求人。林峰按照约定给何老打了个电话，然后靠在桑塔纳旁抽外等待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，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：“哟，这不是林副乡长吗？不好好在土家沟待着，跑到这里来凑什么热闹？现在这大院儿，阿猫阿狗都能随便进了。”来人正是办公室主任孙涛，以前靠着讨好林峰，想让他在王县长面前美言几句，谋求更好的职位。王县长倒台后，他第一个翻脸，还怂恿纪委调查林峰，是个典型的墙头草。孙主任，我是来给您县长汇报工作的，有人带我进去。汇报工作？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级别，想见县长得提前预约，我可没收到你们的申请。我看你就是来混脸熟的，赶紧滚，别在这碍眼。县长今天的行程排满了，没空见你这种小人物。孙涛的话越来越刻薄，周围路过的工作人员纷纷侧目，眼神里带着看热闹的意味。孙主任，说话注意点分寸，我有没有资格见县长，不是你能决定的。嘿，我就分寸了怎么着？你一个被发配的废物，还敢跟我叫板？再不走，我就叫保安把你拖出去。孙涛说着，就要挥手喊保安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低沉而威严的声音传来，打断了他的动作。孙主任，好大的威风啊！县政府大院是让你用来仗势欺人的地方吗？孙涛回头一看，只见何老背着手，冷着脸站在身后，眼神里满是怒意。何老，对不起，是我嘴欠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孙涛一边道歉，一边还装模作样的给自己2个嘴巴子，脸上满是谄媚的笑容。他知道何老年纪大，资格老，在这里没人敢得罪。知道错了就好，组织的脸都被你这种人丢尽了，滚一边去！孙涛如蒙大赦，连忙低着头灰溜溜的跑了。临走前还恶狠狠地瞪了林峰一眼，眼神里满是怨恨。林峰看着他的背影，心中冷笑，这笔账迟早要算。2人来到3楼，何军没有敲门，直接推开了宁心办公室的门。林峰站在门口，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。他知道这次见面关乎着他的前途，关乎着土家沟的路，不能有丝毫差错。宁县长，人我给你带来了。林峰，土家沟乡副乡长，你们谈，我先回去了。知道了，何主席慢走。林峰走到办公桌前，恭敬地站着，等待宁心说话。他偷偷打量着眼前的女县长，一身干练的职业装，长发竖起，眉眼精致，却带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。林峰，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，我时间有限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林峰如遭雷击，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嘴里下意识地蹦出2个字，带着难以掩饰的震惊和颤音：我去！你说什么？立刻给我滚出去！宁心猛地一拍桌子，怒火中烧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前来汇报工作的副乡长居然敢对自己如此无礼。而林峰此刻已经彻底懵了，眼前的女县长竟然就是那天晚上在旅馆里被自己误会的女人。他想起那天早上自己仓皇逃窜的背影，想起床头那500块钱，心脏就狂跳不止。要是宁心认出自己，知道那天晚上的人是他，他怕是真的要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你再不滚，我就叫保安了。宁心的手指已经放在了拨号键上，怒火几乎要将他吞噬。林峰猛地回过神，一把关上办公室的门，快步走到办公桌前，90度鞠躬，语气无比诚恳：宁县长，对不起，我为我刚才的无礼向您郑重道歉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错了，请您给我3分钟时间，3分钟后您再决定要不要赶我走，要不要处理我。林峰的态度极
层斗争经验，正愁不知道如何破局。这个办法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我曾是王县长的秘书，这些都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而且我还有一件事要向您汇报，关乎土家沟3万多老百姓的性命，也关乎上面下拨的7000多万村村通专项款。林峰说着，从公文包里掏出提前准备好的材料，递到宁心面前。材料上详细记录着土家沟这些年因道路问题死亡伤残的人数，每一个名字，每一件事都触目惊心。这群蛀虫3年死了上百人，摔残几百人，这群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宁心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，他一路顺风顺水下来，从未想过在如今这个时代竟然还有如此黑暗的地方。宁县长，赵建喜和钱松明没有这么大的胆子，他们背后是马邦国在撑腰。这笔7000多万的专项款，马邦国想从中克扣5000万，只留2000多万给土家沟修路，到时候修出来的路还是一条烂路，根本经不起考验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宁心已经认可了林峰的能力，也明白了他的来意。他知道林峰和马邦国有着不共戴天之仇，是可以争取的力量。我的想法是，我回到乡里提交修路申请书，做好前期准备工作，等省里的专项款下来，您想办法把这笔钱卡在县里，直接拨付给施工队，这样一来他们就无从下手。林峰的计划周密，直击要害，但宁心却没有立刻答应，而是紧紧盯着林峰，眼神复杂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会不会是马邦国派来的，故意给我设套？信任。看着林峰的背影，宁心拿起那份材料，眼神坚定。马邦国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林峰离开后，去商场接了李月，准备返回土家沟。而此时，大院里已经炸开了锅。林峰被宁县长重用，得到县长撑腰的消息，如同长了翅膀一样，传遍了各个部门。4楼，马邦国站在窗前，看着林峰的桑塔纳驶离县政府大院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丁大鹏站在身后，低着头，大气不敢出。废物，连林峰都搞不定，还想套他的话，真是酒囊饭袋。书记，对不起，是我无能。林峰现在套上了宁县长的虎皮，我们不好动手。要不让赵建喜换个人？虎皮不过是母老虎的皮罢了，人事权在我手里，他就算套上100层虎皮，也还是个山沟里的副乡长。告诉赵建喜，我的耐心有限，让他抓紧时间把申请书交上来，把专项款拿到手。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就让他自己凑7000万给我。马邦国的语气狠厉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。桑塔纳上，林峰接到了李占奎的电话，电话里传来李占奎豪迈的笑。接到了吧？修路申请书的事不能再拖了。
赵建喜和钱松明被带走的消息在土家沟乡炸开了锅，整个乡里人心惶惶，生怕自己受到牵连。下午，县里传来通知，由林峰临时主持土家沟全面工作，待新的班子到位后再做调整。这个决定既在意料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。李占奎威望虽高，但立场不够坚定，其他人要么能力不足，要么是马邦国的人，只有林峰既有宁心撑腰，又有老百姓的认可。老弟，好样的！我就知道你迟早能挑大梁，这下土家沟的路有指望了。老哥，这担子可不轻啊！赵建喜留下的烂摊子不少，不光是修路，还有低保民生这些事都得一一理顺。你放心，我全力支持你。乡里的老同志们也都盼着能干点实事儿。陶红那边你也不用担心，他已经把赵建喜克扣工资、逼迫他做事的事儿都跟大家说了，没人会怪他。林峰点点头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当天下午，林峰召开了大会，明确了工作重点：一是加快推进村村通公路项目，3天内完成所有前期材料的审核上报；二是全面核查低保发放情况，对违规停保错保的情况逐一纠正，补发被克扣的低保金；三是整顿工作作风，杜绝徇私舞弊的胡乱现象。会上，陶红作为工作人员代表发了言，他含泪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，以及林峰对他的帮助，引得在场不少干部动容。大家纷纷表示愿意配合林峰的工作，齐心协力把土家沟建设好。散会后，林峰独自来到土家沟的山脚下，看着那条蜿蜒曲折的烂路，眼神坚定。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，马邦国不会善罢甘休，接下来的斗争只会更加激烈。但他无所畏惧，因为他的身后有宁心的支持，有李占奎的助力，还有土家沟3万多老百姓的期盼。办公室内，马邦国将手中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，碎片溅了一地。赵建喜和钱松明被开的消息让他怒不可遏，更让他感到恐慌。林峰临危受命，无疑是宁心在向他宣战，而调查的矛头迟早会指向自己。书记，要不咱们先停一停？林峰现在有宁心撑腰，又主持乡里工作，硬拼恐怕对我们不利。停？怎么停？赵建喜知道我们太多事，要是他把什么都说了，我们都得完蛋。你去打个招呼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都不能让赵建喜乱说话。可是书记，看守所那边是宁县长提拔上来的人，我们恐怕……那就找其他人，让他们想办法，不管是花钱还是找人，必须把这事压下去。另外，给我查林峰，当年的事他怎么可能一清二白？丁大鹏连忙点头，转身去安排。马邦国坐在椅子上，他不甘心，自己经营了这么多年，怎么能输给一个刚到任的县长和一个失势的秘书？他必须想办法扳回一局。而这一切都被宁心看在眼里，他早就料到马邦国会狗急跳墙，提前安排了人跟着丁大鹏，将他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了下来。此时宁心正看着手中的监控录像，冷笑一声：马邦国，你这是自寻死路。宁心拿起手机给林峰打了个电话，语气严肃地说道：林峰，马邦国开始反扑了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他派人去土家沟查你，我已经安排人盯着了，你这边也要做好防备，别让他抓住把柄。林峰心中一凛，谢谢宁县长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注意的，也会尽快把修路申请书递上去，不让他有可乘之机。3天后，土家沟乡的修路申请书顺利递到了县里，宁心亲自督办，很快就审核通过，并且上报。马邦国得知消息后更加急躁，他没想到自己是我自愿去找你的，你没有逼迫我。林峰安抚地拍拍两人的肩膀，语气平静：别急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这些谣言是马邦国故意捏造的，就是想扰乱我们的心神，阻止修路。我们越是慌乱，他就越得意。林峰没有急于解释，而是召集了村民大会。会上，他没有为自己辩解，而是拿出了修路的设计图纸和预算方案，详细讲解了修路的时间、进度和质量保障措施。
还承诺会定期向村民公示工程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。各位乡亲，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关于我的谣言，我不想过多辩解，只想告诉大家，我来土家沟不是为了虚名利禄，就是想把路修好，让大家出行方便，让孩子们能安全上学，让老人们能顺利就医。至于我的为人，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，等路修好了，大家自然会知道，我林峰是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。这一天，赵建喜主动提出要更是激动不已，纷纷跑到大院门口，放起了鞭炮，庆祝这个好消息。宁那天晚上，宁心的话没说完，林峰的脸瞬间红了，连忙低下头，尴尬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那天晚上是个误会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那500块钱……好了，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算是不打不相识吧。以后好好干，土家沟需要你，平阳县也需要你这样的干部。”林峰抬起头，看着宁心的笑容，心中的尴尬一扫而空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修路的工程开工后会遇到的问题还有很多，不过我相信你可以解决。那之后，林峰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，监督工程质量，协调各种问题。李占奎主动帮他分管乡里的日常工作，陶红则组织了一批村民志愿者，为施工队送水送饭，保障施工队的后勤工作。整个土家沟乡都凝聚起了一股齐心协力修大路的力量。只不过
很快麻烦事就来了，有几户村民因为占地问题不愿意配合施工，甚至跑到工地上闹事。林峰得知后没有强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公路在村民们的期盼中一点点延伸。工地上，机器轰鸣，人声鼎沸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路过的村民都会停下脚步，看着平整的路面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这天，县里组织各乡镇负责人来土家沟乡观摩学习，看着正在修建的公路和村民们积极配合的场景，其他乡镇的负责人都赞不绝口。林乡长，你真是厉害！不仅能把路修起来，还能让老百姓这么支持，这才是真正的民心所向啊！不是我厉害，是老百姓渴望有条好路。只要我们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做事，老百姓就会支持我们。观摩结束后，宁新对林峰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决定在全县推广土家沟乡的工作经验，鼓励各乡镇积极推进民生项目，切实为老百姓办实事、解难题。而林峰也因为在修路工作中的突出表现，被列为县里的重点培养对象。半年后，还有更多的事要做，还有更长的路要走。